好，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看到这么凶猛的恶魔，而且有点可怕。好，我们今天使用是射孽，没错，今天是使用射孽。这个传奇领主呢是上次更新的领主之一，德卡拉。它有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这3个被动技能只能3选1，像是这个提升自己的近战防御、远程格挡，或者是提升武器威力、破甲伤害，以及最后一个提升护甲强度，或者是以及伤害抗性。这3个只能3选1呀，谨慎使用，因为中间都有冷却时间。那他这个领主呢，主要是用来斩杀对方的步兵的。他有着多臂这个能力，所以在打步兵的时候会非常的快速。那我们正前方这3队呢，是射孽掠夺者，最基础的步兵单位，主要就是用来担任肉盾，以及一点点的输出能力。他的输出能力真的不是很好啊。那后面这2队呢，就是非常可怕的射孽神选者地狱之鞭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有着非常高昂的120的护甲，以及装备的是60%格挡盾牌的，非常可怕哦，60%的格挡率，而且它本身是带着毒伤，减少对方的武器威力以及移动速度，所以被它缠上过后会很麻烦呐。那我们前面呢，这边有2队的射孽寻勋者，是非常可怕的输出单位。这边我们看一下，第一个它速度100，很多单位基本上都会被它甩掉。然后它带的是毒伤以及魔法伤害，再来就是它的破甲伤害也非常高，有超过50%。最重要是它有这个被动能力毁灭侧袭，当它冲锋的是侧面以及背部的话，冲锋加成会翻倍，也就是100变，我更正，50变100，会非常可怕。好，我们这边还有2队比较不一样的射孽地狱骑士，那主要呢就是用来反大型，抓对方的大型单位，像是骑兵或者是怪物步兵等等之类的。不过稍微可惜一点是，它没有毁灭侧袭，所以没有办法像寻星者一样那么的强大。那我们这边看一下，这边是恐虐，更正，最后还有一个领主没，更正，还有一个法师单位没看到。普通的法师单位，那带的是本家法术，就是皮鞭，然后提升武器威力的，然后还有一个轰炸型法术，主要就带了这3个。那我们这边看一下，恐虐非常可怕的单位啊，而且很容易让对方烧起来。这边呢是恐虐战车，那森林也藏了1队，总共放了2队战车单位嘛，就是冲撞步兵的，把对方。那正前方呢，这边总共是4队的掠夺者，也是最基础的单位，但是不要小看它。那左右2侧呢，放的是长戟兵、混沌勇士长戟，主要就是用来反大，像对方的这种骑兵单位或者是战车、单体巨兽都可以。那后面这边就是最主要输出单位啊，3队的魔种。我们这边现在可以看到，魔种在这时候种种加成下，武器威力高达200耶，非常夸张。而且魔种有一个我非常不喜欢的能力，就是这个永不溃散，所以它会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为止。那后面这边呢是恐虐的炮兵单位，颅骨巨炮，射程呢是380，不算远。我是觉得只有400以上的炮兵我才会觉得算远啊。
然后它的弹药量可能算是稍微少了一点点，不过以它的攻击速度来讲的话，很有可能在对方接近的时候就先打完了，蛮有可能性。然后这边还有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就是移动射击，多数炮兵都没有这个能力，有这种能力的炮兵真的算少数。好了，我们那边在这边看到最后一个领主单位不败者阿拜尔啊，在战役中被这家伙搞得好累啊。然后他护甲强度高达了120，非常可怕的单位。而且呢，我们看一下破甲伤害，这个应该有超过70%了，非常可怕。这家伙能够远距离处理会比较好。好的，我们来开始进入决斗了。那刚开始呢，毕竟有炮兵的先讲话，但是这一发打在了森林上面，没有作用，非常的可惜。然后第二发看一下有打到什么东西吗？好，击中领主，而且掠夺者也被烧了几只，这个不是好消息啊。那我们这边就持续往前推进啊。好，第二发下去。有擦伤。好，我们这边放了一个本家法术下去，但是其实没什么作用，因为这个是我想做测试看看一下，但是没什么作用。好，神权者呢被射到一发，而且不少单位在燃烧起来。好，刚刚画面没带到，地狱骑士从后面包抄了一队这个射孽魔种，魔种一下子就消失了。因为两队是反大的哦，然后这个时候打完过后就要开始跑了。因为我们看到长戟兵已经过来了，长戟兵过来就是要先跑了。好，我们这边一队的巡巡者直接接触抓对方的炮兵。那这边呢也是再拉了一队地狱骑士过来，这个炮兵血很快要直接蒸发了哦。这样子交锋下来，短短不到10秒钟哦，对方炮兵就没了。对方的这边长戟兵又要冲过来，但是我们是射孽的速度非常快，基本上是追不上的。只要我们不想打的话，对方就不可能。好，我们这边来一个抓对方的屁股哦，在交战的时候就抓对方的后面，这边对方会非常难过哦。我们看到这边他会被夹的很快就会蒸发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魔种打的是射孽的神选者，那就是会变成一个非常长的持久战啊。因为魔种他永不溃散，而且他战斗能力真的不算差。然后再加上，神选者的话本身也是非常坚硬的单位。我们这边德卡拉也在帮忙啊，战车也还在跑来跑去的。我们这边巡行者过来帮忙，没有过来帮忙打到，因为好像被卡住了，被对方的战车单位卡住。然后这边就在持续的，基本上这边步兵基本上就是不断的免日的交战，那主要就是要操作这一些骑兵单位过来撞一下，因为我们要解救一下我们的法师单位，法师刚被抓住了。然后我们这边被冲哦。长戟兵其实虽然说常常说长戟兵打骑兵单位打骑兵单位，但是你要小心你的屁股啊！你刚刚被这样子撞一下，是没有抵抗冲锋的话，就是全队飞出去哦。然后你现在要追他也很困难，也很痛苦。这就是射孽的玩法，就是你要不断的去操作你的骑兵单位，然后要常常使用这个毁灭冲锋。等等，毁灭特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不过很可惜的是，这个地狱骑士没有，他没有毁灭特袭，所以刚刚打魔种后面屁股的时候，其实伤害输出没有到很高。好，这边不败者跟神选者混在一起哦，那会变得非常持久，双方的哇。不过他直接把大家炸开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好的，这边
又再一次偷袭，我们用群星者去偷袭对方的长戟兵，刚刚是那个有偷袭到，对方偷袭量很快，基本上也是瞬间蒸发。这就是寻星者可怕的地方。哪怕现在我们看一下多少模组，我大概只有9个模组左右而已，他这样打人速度也是非常快。只要有发动到毁灭侧袭加成的话，我们这样子不知道算不算打到侧面，好像有吧？因为我看碾压速度非常快，这个有发动毁灭侧袭的话，短时间内是非常可怕的爆发。然后对方的很多步兵都被在寻星者的毁灭侧袭下一蒸发，我们都可以看到速度非常非常的快。那这边地狱骑士很可惜没有毁灭侧袭啊，要抓对方的战车比较辛苦，不过也是抓退了。然后这边领主也没了，那战斗还没结束，最后一个可能那就是有魔种还活着，剩下应该就是剩这个魔种。这就是我不太喜欢魔种的关系，魔种真的很讨人厌。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，这一队斩杀数最少的应该是一刚开始就是被抓到的那一队，被2队射孽地狱骑士抓到的这一队，很快直接蒸发。那我们刚刚看到了，寻星者只要那个有发动到毁灭侧袭，基本上很多单位都是直接蒸发的。哪怕你如果是撞到长戟兵的屁股，赶快粘上去痛打他一顿，其实长戟兵也会很快就消失。这就是射孽的玩法。不过我必须要讲，射孽的玩法录影的时候是这样的玩，但是实际上你在操作的时候很手忙脚乱，你要看一下我打了多少了，是不是应该要跑了，然后我的这队跑了过后再换下一队，要再去冲撞，然后要找位置等等之类的。因为冲锋加成并不是你那个点下去就好，你要有一段距离让它做冲刺，你那个冲刺速度要起来，你才有那个冲锋加成，要不然那个是没有办法的。所以射孽玩起来我会觉得蛮辛苦的，但是射孽相对性的玩起来就是打得快的话，就是像刚刚那样子，非常快速而且非常爽的，立刻把对方的1、2队蒸发，这就是射孽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影片内容啊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